日本设立统合司令部，美日两军一体化对亚太地区影响巨大。大家好，我是肖云华。今天我们聊聊日本进行重大改革，为介入台海冲突做足了准备。据环球网援引日本消息，近日日本政府已正式决定将设立统合司令部，以统一指挥海陆空自卫队。目前选址定在东京市，与首相府官邸较近，以便在突发情况下能够更快与首相沟通。日本做出调整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为了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众所周知，现代战争基本上已经不存在单一兵种作战的情形，尤其是海上作战需要多军兵种联合作战。为了适应现代战争需要，日本制定了一套联合作战计划，其目的是为了推进美日军事一体化。近日，荷兰、德国国防一体化一事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其实美日也在亚太地区推进军事一体化，只不过相比荷德两国更加的隐蔽。日本设立统合司令部后，原来的统合幕僚长的职权将更加偏向建设性，而统合司令部的最高长官则更加偏向部队的指挥。不难看出，这就和美国一样，参联会主席虽然是美军最高军事长官，战时却没有指挥权，只能向国防部长以及总统提出建议。原本日本自卫队的建设就有不少美国的影子，如今指挥体系再向美国靠拢，显然就是为了与美国一体化融合。更直白一点来说，设立统合司令部后，日本就相当于美国的一个战区，因为联合指挥权必然会被美国掌控。日本做出这番调整将会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一个方面，美日军事一体化后，日本将进一步丧失对自卫队的控制权，日本也在政治上进一步倒向美国。另一方面，调整之后，日本自卫队极有可能由守转攻，日本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将造成更大的威胁。值得我们警惕的是，美日两军一体化很有可能是在为介入台海冲突做准备。在岸田文雄与拜登会晤前夕，日本就曾爆料称，美日两国已经就介入台海冲突制定了联合作战计划。近期岸田文雄访美很有可能就是为了与美国讨论这件事情。虽然美日两国正加快勾连，但两国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战略意图，所以双方更多的还是互相利用。对于日本来说，希望能够在突破和平宪法一事上得到美国的支持，以最终实现国界正常化。而对于美国来说呢，则希望日本能够充当美国印太战略的炮灰，随时能够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服务。尤其是在围堵中国一事上，美国希望日本能够完全倒向自己。美日两国的勾连对中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危都将会造成巨大的威胁。而且当前美日两国为了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已经越发的疯狂，所以通过外交对话对美日发出警告还远远的不够，我们必须采取实际行动，让美日认识到损害中国核心利益将付出不可承受的惨痛代价。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